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28号。昨天比特币再次展现出多方的力量，又形成了一组多方的 K 线组。今天我们将深入讨论比特币日线和4个小时的技术形态，还会呈现关于即将到来的减半事件。这张图表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关于比特币减半的消息，甚至有可能会提前到来。而且全球资产达到9万亿美元的贝莱德也在市场上是有动作，正在渐渐买入比特币。等下来跟大家讲解。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机器人交易简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因为昨天有跟大家提这个低点的位置跟FTX 交易所这个位置非常的像或者是21年那一个519的低点的位置3万美金附近也是非常的像。然后我们观察一下，昨天是又收了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组，虽然实体是很小这两根也是一组多方的吞没。那现在低点的位置已经有几根了，如果看 OK 那边的话，当时崩盘的第二根就有一根多方的拇指线，或者是这一根插针的 K 线，它也是一个垂直线如果这两根加起来就是一根多方的吞噬。然后我们细心去留意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 K 线组拉得长一点，有没有发现25,800美金附近好像也是有非常强的一片支撑区？因为昨天是有跟朋友们讲到，它这一根强势的上涨有可能现在是主动在压回，但是能不能大涨可能时间是还不够而且我们留意一下当时 FTX 交易所崩盘的低点位置，我们如果把这个 K 线同样拉大一点，也是有发现10天左右这边是有成片的就是插针的下影线。然后我个人一个观点，昨天是有跟大家提到，就是它这个位置涨上去以后，或者是这一根涨上去以后，它后面整理的区间都是在比如说这两根上涨的上沿的位置，所以有可能会再压回踩第三只脚。但是这一次我感觉是有一点不同有可能就是它已经提前在压回，不排除短线有没有可能会往上涨，但是有可能空间也不会很大。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 K 线组其实也是有发现，它这一根崩盘到 25K 附近，后面在这10天的整理区间里面也是有好多组多方抵抗的 K 线组，比如说这两根它就是一个拇指线，或者是吞噬吞没的 K 线1组、2组、3组、4组，或者是这个位置也可以看成一个多方的拇指线。所以我的观点，我们留意一下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几组比如说吞没或者是吞没，包括这几个位置，或者这也是一根多方拇指线，包括这一个也是多方拇指线，大约就是在 25.8K 附近也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不一定会跌得下去。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则报道比特币区块趋势表明有可能减半的时间会提前在2024年初然后他这边有提到一个时间，就是目前的趋势，比特币每 9.8 分钟会出一个区块，好像是比之前的速度要快所以如果按照这种趋势，他这边也是估计有可能在24年初比特币就要开始产量减半。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产量减半跟底部的这张周期图表，之前在低点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底部有可能是已经形成了，因为历史上有这种经验，就是见底的时间跟产量减半的时间，历史上有这种经验，19年跟2020年产量减半，它涨上去，后面有黑天鹅事件，也不会把这个底部给跌破。所以现在跌下来，我是觉得不必恐慌低点买的筹码一定要给我抱住，最大的利润不是在第一浪，而是在像这种暴涨或者像这种暴涨的上升三浪的结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15年的这个底部也是一样，等到16年减半，它价格已经涨上来，后面有再跌破这几个低点吗？没有。那我们来观察一下目前的时间，就目前比特币箱体震荡的区间，一直也是估计，如果这边真的是第一波的行情，那目前是在第二波调整的结构，后面有可能真正的大利润是在第3波，就是接近产量减半或者是产量减半之后，到底价格会涨到哪个位置，我们先不猜我们关心的是比特币在目前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会开启一波上涨。然后我们换一个时间，如果从这个高点要横盘到10月份左右，这边是不是时间已经100多天？但是还有很多朋友认为这个位置开始是走 ABC，
那时间会不会再拉长？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从这个高点开始走 ABC， 你要横盘个200多个，是不是要到明年的1月份才有可能会继续大涨？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我们尽量从这个高点开始计算，如果时间真的要横到10月份，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左右，会不会开启大三浪里面的第一浪？先把这个 32K， 或者是到底有没有可能在减半之前把这个 48K 给挑战，然后再整理一段时间，是否在明年的1到2月份，如果产量减半的位置要开启大三浪里面的3浪的结构，后面还有4浪跟5浪，相信行情会非常的大。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报道，好像就这2天的消息，贝莱德目前是上市矿商里面有4家，他目前持有的股份，这4家公司全部都是排在前第2大股东。所以我的观点是，资管巨头都是在看多这个比特币。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就是这几家公司的一个价格走势啊，或者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就这几家上市矿商的股票啊，涨的时候不要追，那跌下来的话不就是机会嘛？大资金它就是在下跌的时候敢大买，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好几家公司都是有一个上升三角的结构，就是前面的这个平台支撑是非常的强啊，所以资管巨头我是相信也是在看形态啊，包括这一家也是一样，你可以看一下前面都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跌幅是超过 50%， 所以我的观点完全有可能啊，像这么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它要去追价干嘛？就是利用大跌的位置去布局未来的长线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最近比特币交易所钱包的余额，反正是一直在往外流出，就是有资金的那一些人是不断的从交易所买入比特币，然后往自己的冷钱包往外搬哦。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个趋势，之前在7月份或者是这个6月份，当时还接近200万枚，现在只有183万枚的比特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Glassnode 这一则报道啊，以太坊目前交易所钱包的余额是创出5年的新低啊。前面可以留意一下，在20年或者21年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一条蓝线啊，最高的位置当时是接近3200万枚。那短短的1年或者2年、3年的时间，或者是5年的时间，目前是在最低位啊，就是整个交易所只有1400多万枚，所以资金大鱼都是不断的在买入这个以太坊，一直往外扒。那要去看空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干嘛？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